订婚多年的竹马养了外室，我知晓后决断地退了婚。他负荆请罪，送走了外室，落了他的孩子，求我回心转意。我头也不回地嫁入王府，做了续弦。既然真心我求不到，那便只求多多的钱和高高的权。我出嫁那日，竹马行销鼓励地问我：男人三妻四妾本就是常事，你能忍下他府中莺莺燕燕，为什么我只有一次，你就要宣判死刑放弃我？为什么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在府中绣嫁衣时，奶娘来告诉我，京城里所有铺子的金线都被一女子抢购一空。我皱眉看着嫁衣上空着的地方。我和薛庭远筹办婚礼的事情人尽皆知，能在这个时候找不痛快的，还能有什么人？奶娘安慰我：姑娘，你别难过，男人都一样，不过是外面见不得人的券儿，不值当计较，落了身份。我牵着唇笑了笑。奶娘，薛庭远不是一般的男人，他是我喜欢了许多年的人。谁都可以，他不行。因为我对他只求了真心，可他竟这样不争气。我没有去找那女子，他做足高傲的模样，不就是为了引我去见他吗？可他不配，我也不愿自贬身价。晚间，竹马薛庭远带了我最爱吃的糕点来看我。我淡声道：我伤了手，嫁衣绣不成了。他笑道：这是多大的事情，我来吧。当晚，他便拿着嫁衣去了绣房，而我喊上了巡营回来的哥哥，跟了过去。隔着一扇屏风，我看见薛庭远冷着脸问那女子：阿苑，我有没有告诉你，最近要安分？原来她叫阿苑，原来她喜欢这样的女子，柔弱、纤细、娇媚，与我完全相悖。阿苑又哭又闹，见她无动于衷，委屈地擦泪。可是我有孕了，女子怀了孩子，情绪是控制不住的。我看她那样高兴地筹备你们的大婚，我很难过。薛庭远依旧是嘲讽的语气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软了下来。她是我的未婚妻，是我一起长大的小青梅，是我以后唯一的妻。阿苑下不为例。阿苑扑在他怀里，妒忌地抽泣抱怨：你怎么能对他这么好？我的心都要碎了。哥哥忍无可忍，先我一步一脚踢翻了屏风。在薛庭远震惊的目光下，哥哥愤怒的一脚将他踹翻在地。阿苑在一旁捂着嘴尖叫，而我缓缓落座。我冷眼看向阿苑：你的待客之道不太好，来了客人，竟然也不知道倒茶。他泣不成声，跪下哭着求我放过薛庭远。阿苑姑娘，无论你是做戏还是真的害怕，这才是你见我的视角。你该跪着和我说话才是。他眼里闪过怨恨和憎恶。是，您是将军嫡女，我这样卑贱的绣娘，怎配站着和您说话？那你跪好了。我无视他含泪的眼，慢慢的品茶。薛庭远被兄长揍得鼻青脸肿，他倒在地上喘息，目光哀求惊慌地看着我，想要靠近我，被我兄长一脚踢开。他喊我：阿生妹妹，你原谅我。我低眸看向他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心如刀绞的难过是有的，更多的则是愤怒，让我极度冷静的愤怒，不仅是对他，也是对我自己。多年的感情，我自以为的深厚，他却让我看错了人。我拿出婚书，摔在他脸上，他瞳孔猛缩，破了音。不要！我冷冷地审视他。薛庭远，我对你很失望。哥哥押着阿苑回了府，爹娘知晓前因后果后，气得发抖。薛庭远的父母都被请了过来，他们羞愧至极，一再赔罪。薛庭远匆匆忙忙赶来时，退婚的事宜已经完结了。他目眦欲裂。我不同意。他父亲气红了眼睛，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。你不愿意？你不愿意，为什么要在成婚前养外室？为什么要打你未婚妻和岳家的脸面？薛庭远，为你自己做出的事情接受代价，你已经习惯了。此错在你，长辈亲戚同僚好友面前，你自己认下，这是你的担当和责任。薛庭远被拉了回去，阿苑也被赶了出去。第二日一早，我与薛庭远退婚的事情便人尽皆知，求娶我的人踏破门槛。薛庭远跪在我家门外，脱光上衣，负荆请罪，求我援诱。他说他已经落了阿苑腹中的孩子，也将他送出了城外。我看着他这张我喜欢了很多年的脸，
有些疲惫地叹了口气。薛庭远，她是你的女人，她怀的是你的孩子。你若是一直护着她，对她和腹中的孩子负责，我虽然会难过，但是我也会觉得你有担当，起码你还算是个男人。可你如今的所作所为，只会让我厌弃。我不仅厌弃你，更厌弃自己曾经看上你的眼光。我能接受他坦坦荡荡的移情别恋，至少我敬他一句坦诚，却无法接受他这种处理的办法。我看不起他。我的婚事拖不得，否则下半年的选秀，我的名字就会报上去。皇帝已经年老，子嗣都成人了，嫁给这种皇帝没有性价比。母亲指着晋安王的画像对我说，你表哥虽然不是陛下最宠爱的皇子，可他是你父亲一手带大的，有着血脉恩情两重关系在，你嫁给他做续弦，若是得了他的心，夫妻和顺一辈子，钱权你都有。若是你得不到他的心，退到最后一步，你们是表兄妹，还有着亲情在，他对你再怎么也不会差。阿生，你拿的是陈阿娇的牌，你嫁给他是最好的选择。我点了点头，明白这是母亲为我选的最好的路。她不想要我再去赌男人的真心，她只想要我有权有势，有钱有闲，爽快地过一辈子。晋安王萧临安比我大3岁，府中有着一堆旁人送的莺燕燕，还有着几位同样家世不俗的侧妃。父亲不同意母亲的选择，他认为世上如薛庭远之流只是少数。纵然萧临安是最有力的皇位继承人，可皇宫是名利场，钱权哪里比得上一人心？高处不胜寒的滋味，你们这些女子如何明白？依着我如今的官位权势，为阿生寻一位家世不显、需要依仗我们家的儿郎与他一生一世人，这根本不是难事。阿生怎能因噎废食？经历了薛庭远的变心，便觉得这世上的男子都是这般。母亲冷冷道，夫君还是先数数自己这些年里里外外同过榻的女人有多少吧。嫁与那门第家世不如我们家的，他们爱的根本不会是我的女儿，而是你这个岳丈所带来的便宜。阿生的婚事，阿生自己也同意了，我做母亲的难不成还会害自己的女儿吗？父亲哑口无言。我出嫁那日锣鼓喧天，即使薛家将薛庭远关了起来，他还是自己偷跑出来了。他行销鼓励，瘦得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。这些年除却他外出公差，其余的日子我们几乎是日日相见。如今不过是半年未见，我与他已经恍如隔世，过往的熟人消失不见，陌生感弥漫在我心头。他苍白着脸问我，男人3妻4妾本就是常事，你能忍下他府中莺莺燕燕？为什么我只有一次，你就要宣判死刑放弃我？为什么？我心里叹了口气，却没有回答他。母亲说的没错，男人的真心赌一次就足够了，有些痛与恨饱尝了，心便能如铁硬了。阿生，你别后悔。我无言地盖上盖头，头也不回地从薛庭远身边离开。拜堂洞房的流程繁琐，奶娘已经提前几天告诉我流程了。可是等我真的坐在喜床上，等着萧临安来时，心里还是有些打鼓。男人从屋外走来，步履稳重，门关上的那一瞬间，我仿佛又闻到了血腥气。我跟随父亲在边关待的那几年，与他有过点头之交。我见过他杀人射虎，我的直觉和判断力一向很准。从我见他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下一任皇帝一定是他。萧临安挑开我的盖头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抬起头来，我顶着浓厚的妆和他四目相对。我不怕他，我家世亦是显赫，无论如何他都要给我体面，这便是我父祖母族所给我带来的底气。卸下钗环洗漱完后，我还来不及穿上亵衣，他滚烫的身体便贴了上来，热意穿透我的四肢百骸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冷噤。他坚硬的下巴搁在我肩膀上，唇贴上我的耳垂，喊夫君。不要。他哼笑了声，轻而易举将我打横抱起，丢在床上。那天夜里，我险些死在床上，到最后我自己都数不清我到底喊了多少声夫君了。第二天，他神清气爽起床，我却眼底青黑，脚步发软。几位侧妃和那些送来的莺莺燕燕来请安时，我头晕的几乎看不清谁是谁。
我在心里默默骂着萧林安，耳边忽然传来一道愤慨尖锐的声音：王妃若是身体不好，便休息吧，府内的钟馗妾愿意一直代劳。我抬眸看向说话的薛侧妃，她是薛庭远的姐姐薛淑，也是萧林安最宠爱的侧妃。自从萧林安原先的王妃死后，府中的钟馗都是由她打理。我勾了勾唇，轻声笑了笑，是讥嘲的笑。她脸色难看，王妃笑什么？我展言道，我自然是高兴啊，既然薛侧妃愿意一直代劳，那便是再好不过了。她哼了声，得意地坐了回去。等人走完后，厅堂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人。他鄙夷地看着我，受不了我弟弟有别的女人，到最后你嫁的还不是妻妾成群的人。其实你一早就变了心，不想要我弟弟了吧？在军营的时候你就看上王爷了是不是？亏我弟弟为了你连公主都不要，宋生，你根本配不上他。他眼眶通红，责怨地瞪着我，恨不得将我抽筋剥皮。我嗤笑出声，你这样生气愤怒，我还以为婚前养外室，让外室有孕的是我呢。七品芝麻官家的公子都知道，正妻没过门，不能有烟杂事。侯门望族的勋贵公子却不知晓，真是下贱的没边了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他愤怒地扑到我面前，朝我动手，却被身后那道森冷的声音吓得跪在地上。你在做什么？萧林安自然而然地在我身侧坐下，我接过他摘下的官帽递给婢女，为他倒了一杯热茶。熟人默契的程度，不像是新婚夫妻，倒像是多年的爱侣。薛淑跪在地上，不甘心地看了我一眼，转眸咬唇看向萧林安，笑着说，妾与王妃是旧相识，刚才不过是绊住了脚，险些扑倒王妃。萧林安神色冰冷，修长的指尖点了点茶盏的杯身，掀起眼皮，寡淡地睨着我。你说？我温吞地点了点头。萧林安脸色沉了下去，手中的杯盏被他摔了出去。本王最恨欺骗，王妃刚入府不懂，阿叔，你也不懂吗？薛淑不由自主跪直了身体，眼圈瞬间红了。妾身只是为弟弟抱不平而已。萧林安讥诮道，你弟弟与宋家的婚事原本就是你家高攀，你以为他为何科举以后便在朝堂上顺风顺水？比他名次还要高的进士都被外放出去，独他做了京官，得了这桩婚事的便宜，却在婚前做出这样的丑事来打宋家的脸。他这是不将我舅舅放在眼里，更不将我放在眼里。薛淑泪如雨下，他如今才刚嫁来不过一天，你就如此偏心他？萧林安眼里闪过一丝戾气，我赶紧笑呵呵打圆场，侧妃身体不适，还是先回去休息吧。薛淑咬着唇，我见犹怜地看着萧林安。萧林安头疼地挥了挥手，王妃如何说的，你还不下去？薛淑像是受了打击一般，再也忍受不住地抽泣着被扶了出去。屋里的人都被萧林安遣散了出去，他无奈地同我说，阿叔被我惯坏了，他是个直性子，口无遮拦惯了，心却是不坏的。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知道的，我不会让你难做的。他点了点头，表妹一向懂事。他走后，奶娘高兴地和我说，都说王爷这些年盛宠薛侧妃，明明其他几位侧妃家世性情都比他强出一截，王爷却还是让他管家，将那几位的脸踩在地上打。本以为姑娘你要受些气，没想到这才第一日，王爷居然为了你责怪他。我淡漠地喝了口茶，眼也不抬。奶娘，你想差了。萧林安今日因为薛庭远的事情生气，不是为我抱不平，而是因为他身体里流着一半宋家的血。他从小被我父亲带到边关抚养，他身边的好友和过命的下属都是宋家人。与其说他是为我抱不平，不如说他是为宋家抱不平，为他自己的面子抱不平。他责怪薛淑的那些话，哪一点和薛淑有关？薛淑嫁给他都5、6年了，早就离了薛家了。他怪的不过是薛淑背后的薛家而已。我若是因此以为薛淑不得他的心，去找薛淑的不痛快，才是作死力。奶娘刚有点喜色的眉眼，这下又沉了下去。她焦虑道，难不成就任由他一个妾室把持着王府的钟馗？您想想办法让王爷对您动心啊。我笑了笑，一个王府的钟馗而已，有什么好争的？我爹娘给我配的嫁妆，我吃上10辈子都吃不完。他待我好，
便相敬如宾的过。不好，我便一个人守着多多的钱过。我让奶娘从我的嫁妆里挑了一对玉如意送去安抚薛叔，还没等奶娘出她的院门，她就已经将玉如意砸了。她身边的丫鬟骂道：呸！什么脏的臭的都往我们侧妃的院子里送，往日王爷什么好东西不给我们，比这成色好的都不知道有多少。这话就有点没事找事了啊。比我这成色好的可真没有，我这可是宫里出来的，经过了民间层层筛选的。东西砸了，我心疼了几秒，倒是不生气，可把奶娘气坏了。要不是我提前警告她了，只怕是萧林安来到我房里，屁股还没坐下，他就要开始告状了。可他怎么也不想想，这里是靖安王府，萧林安的府邸，这府里的什么事情能逃过他这个主人家的眼啊？只看他愿不愿意问想不想处罚薛叔罢了。很显然，萧林安不想处罚薛叔。一直到就寝，我没提起这件事情，他也没提起这件事情。第二天中午，他下朝回来后，给我带了一对玉如意，成色虽然不如我那对好，但也是很不错了。我很高兴地收下了。多谢表哥。他叹了口气，少见的有些歉疚地看着我。我深知后宅不宁的结果，可你也好，我也好，从小就在舅舅严厉的规矩下生活，我们就像是定了刑一般，在这京城里死气沉沉的。我比谁都明白阿叔性格的不合时宜，可我看着他娇蛮任性、不顾场合的发脾气，心里却没有多少生气。我是羡慕他的，也是喜欢他这样的。表妹，你能理解我吗？我笑着点点头。我明白的，表哥是要做大事的人，后宅这些小事我不会与他计较。我与你是一家人，表哥，你好了，宋家才会好，我才能跟着好。薛叔能让你开心，这一点已经非常重要了。表哥情绪好了，心情才会好，心情好了才能做事情。我绝不让表哥为难。萧林安深吸了一口气，感激地握了握我的手。薛叔哭着跑进来时，见到的便是这样夫妻恩爱的场面。他不管不顾地扑过来，甚至想和我动手。我不过是不小心打碎了他送来的玉如意，你就割了我贴身丫鬟的舌头。你知不知道他与我情同姐妹，你怎么能这样狠心？我闭嘴不吭声，只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他还不如不说情同姐妹这句话呢。我和萧林安可是真的亲表兄妹，他骂我两句也就算了，他的丫鬟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骂我。萧林安能饶了那丫鬟才见鬼嘞，可见跟错无脑上司的炮灰下属有多惨。萧林安冷冷地看着他，眼里有一丝浅淡的失望。我的确太纵容你了，纵得你不知尊卑，连带你身边的下人也有样学样。明日我会请宫里的嬷嬷来教你规矩。薛叔如遭雷劈，他想不明白，这么多年他在王府都是这样横行，他的丫鬟也都是这样仗着他的是狐假虎威。萧林安不是不知道，可为什么到了我这里就不行了？无尽的委屈涌到他眼里，最后他颤抖着声音问了一句：你是不是爱上了他了？你不爱我了是不是？我不是你最爱的人了是不是？我一口茶差点喷出来，萧林安脸都黑了。回门这日原本是高兴的日子，可当萧林安看着薛叔给他准备的回我家的礼物后，眉眼间那点喜意瞬间消失不见。靖安王府没钱了？还是你穷疯了？我给了你3天的日子，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东西。一串逼问让薛叔在下人面前丢尽脸面。这些有什么不对吗？你陪我和其他几位侧妃回门的时候都是这些东西。王妃出身世家，我们不也是吗？王爷难不成要厚此薄彼？萧林安气笑了。你也知道她是王妃，你们是侧妃啊，真是荒唐。管家，去库房将那尊南海观音像包起来，还有那把本王新收的宝剑一起包好送来。薛叔抓着他的手瞪了我一眼，压低声说：你疯了，观音像是你为太后贺寿准备的，宝剑是你准备进献给陛下的。萧林安脸色铁青地挥开他的手，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。他能反省出来什么才有鬼了？她是家中庶女，本来就不得宠爱，在女子学堂念书的时候，每门课又都是倒数。她的其他几位姐姐妹妹都被嫁给父亲的党派做正妻，
唯有她被当作玩意送到王府做美人，和家里那些歌姬的去处一样。要不是一张脸生得实在是好看，再加上她性子对上萧林安的口味，她怎么也爬不上侧妃的位置。萧林安说着自己喜爱她，其实就和养了一只对位的宠物一般。他不曾去了解她的过往，也不曾去理解她的世界和想法。他混迹朝堂，聪明人见多了，说话总是这样要人去猜。他怎么不想想，薛叔的智商能不能猜到啊？奶娘忍不住为我抱不平：王爷，你太宠爱薛侧妃了。我冷了脸，呵斥道：王爷的事情轮得到你来插嘴？奶娘，你逾越了，下去。我少见的疾言厉色，奶娘立即磕头请罪。萧林安惊讶了一瞬，上了马车后，他说道：奶娘是你最亲近的人，你不该在这么多人面前呵斥她，下了她的老脸。他那话也并没有说错。高门大户的老仆，即使是主子也要给3分脸面。我淡声道：他的确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可他也是我家的奴婢，情分越不过身份。你是我的夫君，是主子，他可以私下实同你说，却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问责你。他逾越了，便是我这个做主子的管教不当，这几个月我的月俸便不用发了，我该领罚。何至于此？我知道萧林安在想薛叔，他认为我在提醒他，我在杀鸡儆猴。事实上，我的确是。表哥，你在战场上是人人称颂的将军，你管理下属严苛，赏罚分明，所以上行下效，才有了井井有条的局面。可为什么到了自己的府邸，你便随心放任？你明知道薛叔没有管家的能力，却还是纵容他，难道就因为你喜欢他？你也清楚王府的账很乱，可你不管，因为你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小事，钱财于你而言不算什么，薛叔再怎么败又能怎样？再怎么也有宋家在，你总有退路，所以你不慌不忙，任由他恣意挥霍，放肆越界。我目光冷淡，语调平和，却将遮羞布撕开。萧林安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握紧了我的手，问我：你今日为何如此尖锐？回门背里这事是阿叔的不对，我会说他的，争风吃醋本不是你的个性。我轻挑眉梢：表哥不必将事情大事化小，我没有必要与他争风吃醋。回门背里这是他不对，我生气的是他会让你我丢脸，会让宋家变成他人的谈资。表哥，你真的不清楚吗？这件事情最大的过错方是你，不是薛叔。没有你的放任纵容，他怎敢如此？我一点点抽回我的手。母亲让我嫁给你，是因为你是我父亲唯一的侄儿，他疼爱你胜于亲子。无论宋家想不想，都必须要扶持你登95。而你既然享受到了宋家的钱财和扶持，就该努力给宋家和扶持你的大臣们一个好的结果。其实我挺好奇的，你为什么会认为我生气是在吃薛叔的醋呢？难不成在你眼里，女子生气都是因为男人吗？萧林安错愕震惊，似是被我这番话镇住。从来没有人敢对我说这种话，包括你的父亲。我微微一笑：表哥，我不管你的后宅如何，你宠爱谁，但若是影响到王府的脸面、你的前程还有宋家，那就是不行。这是我的底线。回门的这顿饭吃得挺好，没有萧林安所想的责怪。我是父亲母亲一手教养长大，他们清楚我的能力和性格，知道我不会吃亏。回去的路上，父亲拿出了2份礼物给我，我转赠给萧林安。这份是太后寿诞时送给太后的，这份则是献给陛下的。萧林安的脸火辣辣的疼，他泄了气，同我道歉：阿生，对不起。回去后，他便将管家全送来了。我看着他脖子上的红印，不由得好笑。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我将话先问在前面，这管家全给了我，是不是府中一应事务都交给我打理？所有的人，包括你的妾室们，是不是都归我管？我能不能罚？萧林安笑道：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既然交给你，你自然可以全权负责。好。我看向他，薛侧妃与王爷动手，以下犯上，罚1个月禁闭，重不重？萧林安脖子的伤刺目，他心里明白，他对薛叔的过分宠爱导致薛叔的脾气日益增长，若是再不加以管制，日后必然酿出大祸。不重，王妃做主便是。一夜之间，王府的风向彻底变了。
薛叔被我的人带到王府里最差的院子里幽禁起来。他被带走的时候，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骂着我。我专门让奶娘去押送的，他一路上吃了奶娘好些巴掌。我并不想把他怎么样，可我得让他知道本分规矩。薛叔院子里不懂规矩的婢女小厮全部都被我送到了庄子上做苦力。萧林安说：“发卖出去就行了，何必如此麻烦？”我回道：“薛叔把持后宅这几年，手里不干不净的事情不少，若是发卖出去，走漏了画饼，对你只有坏处。放在庄子上磨练几年，身气还在王府，只会让他们认命。”萧林安点点头：“你做得很好。”拿薛叔院子里的下人开完刀后，府里一下子安分不少，往日拌嘴打骂的事情也不再有了。萧林安手里的财产，除却姑母留给他的，其他的便是他每次打了胜仗以后，陛下赏赐给他的田庄店铺。一笔笔烂账里的人头疼。为了我的身体着想，我从自己的铺子里调了几个掌柜过来，7天时间，账目全部理了出来。萧林安看着亏空的账目，气不打一处来。那么多钱说没就没了，他干什么了？阿生，你是不是动了手脚？我已经听你的话，关了他禁闭了，你没有必要赶尽杀绝。我笑了，气笑的。王爷让自己的人查一遍就是。他说着不用，却还是让自己的人查了一遍。奶娘心寒道：“姑娘，你是不是嫁错了？”我摇头：“没有，诚如你教导我的，男人都是如此，他并没有做错什么。人偏心自己所爱的人，这是常情。嫁给旁人，结局未必有现在好。”奶娘擦了擦泪：“姑娘，你怎么就遇不到一个真心待你的人？”我莞尔一笑：“我遇到过，男人的真心都是一时的，如薛庭远当时对我，如萧林安如今对薛叔。有过就好，不必苛求长久。”萧林安过几日再来时，别的话都没说，只说了一句：“罚薛叔3个月的禁足，以后府中大小事务都由你管，我不会再插手。”意料之中的结果罢了。不过如此，薛叔被放出来的时候，已经过了4个月，府里变了样子，外面的铺子也都开始盈利，一月比一月高。萧林安从宫里请了嬷嬷，专门来教他礼仪规矩，让他将前些年课上没好好学到的，现在都学了个遍。4个月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是人较之前少了些轻浮。他出来后第4晚，萧林安去了他院里歇息。奶娘说：“胡妹子，他将府里管成这样，王爷居然如此轻拿轻放，现在又去他房里了。”我抚摸着肚子，打了个哈欠。萧林安只是吃的教训不够罢了，如果薛叔为他带来的后果严重到他不能接受，便是再漂亮，他也会舍弃。奶娘，你是我的知心人，日后萧林安若是称帝，宫里不知道会进来多少薛叔这样的女子，你要习惯才是。可姑娘，你能习惯吗？我笑了笑，自然，我心里没有她，便是1000、10000个女子，只要不影响我与孩子的位置，都与我无关。第2日下朝后，萧林安来找我：“你可知道阿叔有了4个月的身孕？”这我真不知道。你是如何做王妃的？他有了身孕你都不知道，你还让嬷嬷那样严苛的来教他礼仪。我厌弃的蹙眉，突然有点想弄死萧林安了。我摸着小腹，忍了忍，这的确是我的错，表哥别生气了，我这就让太医来为他诊断。萧林安拂袖而去。我让人查了查，薛叔的孩子的确是萧林安的。一连几日，薛叔安分贤惠的不像话，还主动让萧林安去别的侧妃那边睡觉。奶娘坐不住了，他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头也不抬。蠢人怀孕就能变聪明吗？他那个性子，忍又能忍几天？薛家得知薛叔有孕后，要将薛叔接回去小住几天。等他回来时，居然把阿苑带了回来。我喝着手里的茶，看着他：“你把你弟弟的妾室带来做什么？”薛叔笑着说：“王妃不知道吧？我这弟弟的妾室心灵手巧，不仅是长安城里最好的绣娘，还有着一手好厨艺呢。我这几日吃惯了他做饭了，吃别的都没胃口了。这事儿王爷也知道呢。”我翻了个白眼。行，以后你就让他负责家中女眷的饭菜吧，既然做得好吃，大家都该有这个口福才是。阿苑脸上的笑意瞬间没了。
妾身不是厨娘。我瞄了他一眼，不客气道：你的确不是，厨娘是良家子，你青楼出来的凑什么热闹？你俩要是再给我没事找事，我就让我兄长拿着你青楼的契书参薛庭远去。阿苑气急败坏，原来是你抢先一步去妈妈那里拿走了。你好歹毒的心肠，薛郎待你真心实意，你怎能如此待他？薛叔拉住了他，闭嘴，回去吧。阿苑被送回了薛家，薛叔不甘心地回了房，当天夜里就见红了。萧林安疲倦地问我：阿生，你就这样容不下他吗？哪怕不为了他，为了我的孩子，你也不能忍忍吗？我望着薛叔得意的眉眼，跪下请罪道：是我照顾不周，还请王爷责罚。说完，我便晕了过去。太医来后，检查出来我有了3个月的身孕。这话传到薛叔那边时，他气得摔了不少骨丸。奶娘忧虑道：姑娘，不是说好5个月后才说的吗？现在才3个月，要是出事了怎么办？我冷笑道：萧林安没有子嗣，现在薛叔有了身孕，他自然是宝贵的不行。便是我没有错，他也会觉得是我的不是。我可不想先在这里做他俩爱恨情仇的炮灰，如今我已经有了身孕，有他没他也没有所谓了。奶娘，等着回家吧。我开始每日孕吐，吃不下饭。比起薛叔的孩子，我腹中的孩子才是嫡出的血脉。萧林安每日急得不行，连陛下都过问此事。母亲及时到来，3言2语便说得萧林安无话可说。你母亲过世的早，府里也没个人能照顾孕妇的，这一下子2个人都怀孕了，你哪有精力都顾着？阿生是我的亲女儿，难不成我会害她吗？宋府是她的家，我们自然会宝贝地照顾着她。就这样，我顺利地回府了。母亲将我送到京郊别外的山庄，让我好生休养。我却在去的第2天就碰见了薛庭远，看到他我才想起来，这里是他公务每日巡视的地方。他看着我，冷冷道：被赶出王府的滋味不好受吧？若是你当初嫁给了我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会这样对你，我也不会让阿苑越过你去。我点点头，我相信啊，你说这话我自然是相信的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那你为何还要退婚另嫁？我思考了1秒，笑得无比真挚。可能是因为我不太喜欢我的夫君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巡逻吧。你官太小了，他官大，我让他吧，忍忍就忍忍吧。太后皇上看我怀孕给的赏赐真不少呢，而且我的孩子一出生，最次也是郡主郡王呢。哎，这样想想，算了，我也挺幸福的。他暴跳如雷：你会后悔的。其实是你后悔了吧，所以才一直说这句话。我懂的，但是快放下我吧，我都要当娘了，挺烦的。奶娘小跑过来，高兴道：姑娘，快回去吧，宫里又送东西来了。我笑着和脸色铁青的薛庭远告辞。日子就这样舒服的过，我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然后被奶娘督促遛弯。萧林安来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到最后他甚至不愿意再回王府，直接把住宿的东西都搬了过来。自从我走后，萧林安便把管家全交给了另外一位家世显赫的林侧妃。林侧妃接过我之前管理的章程，很快上手，府里府外都很好的运转。薛叔坐不住了，3天2头找事，诬陷羞辱轮番上，还说人家是不下蛋的母鸡。林侧妃家里也不是吃素的，2家闹着和离。林太傅在朝堂上疯狂参奏萧林安宠爱薛叔，另外几位饱受薛叔折磨的侧妃也不干了，也让家里的父亲兄长在朝堂上参奏萧林安。萧林安在我爹的扶持下一路顺风顺水多年，这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的反戈，也是唯一一次我父亲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话，而是称病不朝。萧林安去见我父亲，我父亲也不见他，他无可奈何，这才找到了我，想要我去当说客，劝我父亲帮他。我与他一起回京，却没想到我父亲连我都不见。父亲身边的管家出来，当着萧林安的面说：大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快回去吧，大人说了，等你生下孩子，便与王爷和离。萧林安脸色惨白：不，让我见舅父。我拉了把萧林安：你回去吧，父亲这里交给我，我会为你劝说他的。萧林安神色惶惶：
他终于有些怕了。他不知道原来后宅的事情会影响这么深。他走后，我跪在门外，跪了1个时辰，我爹才让我进去。一进去，我爹便急忙让大夫给我看，不过是演戏而已，跪一会儿就行了，跪这么久干什么？不跪久一点，如何让他相信？后面我以同样的法子，让闭门不出、不见萧连安的几位侧妃的父亲开了门。萧连安知道后赶了过来，红了眼眶，和我一起下跪认错。他是王爷，他一跪，门立即就开了。我爹重新上朝，几位大人也一改之前的愤怒，也都说起好话来。男子风流些是正常的，三皇子如今改过自新，是老臣之幸。陛下本来也不觉得自己儿子风流些有什么不妥，他也是个花心的。事情得到了解决，御史们不再吵他，他自然也不当回事了。夜里萧临安亲自给我上药，他看着我的膝盖上渗血的伤口，不由得红了眼睛。阿生，多谢你。表哥，你先是我的表哥，再是我的夫君，你好了我才会好。我既然嫁给了你，便也认定了你，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他抓着我的肩膀，将我抱在怀里，忍不住落泪。表妹，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，绝不会再宠妾灭妻。原来他也知道自己之前是在宠妾灭妻啊。10月怀胎，1朝分娩。薛叔生下了儿子后，便被送到庄子上幽禁起来，孩子被抱到林侧妃跟前抚养。萧临安为了让林侧妃心无芥蒂地养孩子，下令说，日后谁说起来这孩子都是林侧妃所出，林侧妃便是他的生母。林侧妃谢恩，可依然不放心。这些年萧临安都是这样，每次责怪薛叔几句，冷他几天，过一段时间又想起他的好了，又开始宠幸了。他趁着陛下东征讨伐逆贼，萧临安监国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，让人给薛叔的饭菜放了药，而我全作不知。这是他送给我的把柄，也是他的投诚令。连月的鏖战，陛下死在回銮途中，萧临安顺利继位，而我做了皇后，几位侧妃也被封了妃，我的儿子也被册封为太子。如林妃所料，萧临安继位的第6个月，再一次想起了薛叔。他在夜里让人将薛叔偷偷接回宫中。他同我说，阿生，我忘不了他。我笑道，前朝有皇帝看上儿媳，对外宣称儿媳身死，将儿媳送到道观休养，几年后接回宫中封妃。陛下若是实在是忘不了，便如此吧。他抱紧我，阿生，你真是我的解语花。我不置可否。可当他真的看见薛叔时，脸色大变，声音都在颤抖。你是谁？阿叔呢？快要有他3个人胖的薛叔喘着气说，陛下，我就是阿叔啊。你怎么吃成这样了？萧临安额头流下了冷汗，赶紧让人把他送回去了。林妃到我宫里说起此事的时候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还真的以为他是真爱呢，我都想好了，要是他见到300斤的薛叔还如以前一样宠爱，我便认了。即使他要把我抚养到现在的大皇子拿去给薛叔，我也认了。可没想到这样经不起考验，被薛叔的阴影吓到，萧临安好些日子不曾进后宫。他不沉溺于美色的时候，是个非常敬业的皇帝。太子由他亲自教导，父亲在这个时候开始放权了。他告诉我，陛下登基了，宋家变成了外戚，不再是他的亲人。你说话做事都要注意分寸。我点了点头。父亲叹气道，陛下喜爱美人，日后后宫里的孩子必不会少。我那时便说过，高处不胜寒，你母亲不听我的，一定要你嫁他。我不吭声，任由父亲教导。我没告诉父亲的是，萧临安不会再有孩子了。那样让我受气的时候，有一次就够了，我不会再让他有第2次。我只需要再熬10年，便彻底爽快了。我做了一本10年的日历，每天数着日子，等着我的好日子到来。萧临安登基的第3年，到了3年1度的选秀日子。他非常期待这次的选秀，宫里只有他从王府就跟着他的几个侧妃美人，他都看腻了。我和他一样，也非常期待呢。当钟声响起，一排排女子稳步前来，抬起一张张平淡却端庄的脸时，萧临安的脸立即垮了。他就喜欢薛叔那样妖媚的。
我偏不如他的意。选到最后，萧林安认命地将几位家世显赫的闺秀留下的，其余的全部放走。我安慰他，陛下，下次选秀的时候就好了。他打起精神，朕先去批改奏折了。他不知道，3年以后又3年，只要我活着，他就永远别想被美色耽误，影响朝政。他必须在我儿顺利继位之前，好好经营我儿的江山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